今天这天气啊，感觉要下雨了。昨天太阳还挺大的，3天我们已经把这边的砖墙砌得快差不多了。昨天下午开始装这个窗户的过桥，今天要把前面的过桥一起装了。装好了之后，马上要打这个过桥的混凝土，所以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。师傅他们都在忙着那边做工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每天过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搬砖。我在那边给师傅他们煮早餐，师傅他们在这边把昨天送过来的砖块，现在给搬到房子里面，待会儿砌砖的时候要用的。这是房子的前塞壁，中间和左手边都是堂屋，也就是客厅。这边有个房间。这边砖已经差不多是2米的高度了，窗户的过梁马上要装模了。施工进度还是挺快的，只要天气好，这栋房子的建造呢不需要太久的时间。这是昨天打好的窗户过梁，里面呢放上的是4根钢筋，用混凝土打的，跨度呢达到了2米。如果是短一点的话，直接到城里面是有这个过梁买的，这个跨度太大了，只能自己手工来打了。刚刚吃过中饭，这边就下起了雨。这是昨天打好窗户的过梁，现在师傅他们呢，给前面的窗户安装这个过梁的模板。这个砖啊，看样子这么下雨的话是不能砌砖的。我们这边的水泥砖呢，它是有个特点的，如果下了雨之后，这个砖呢就没办法砌了，不像红砖啊，红砖的话拉过来还需要浇水，然后再砌砖的。看，像这边的水泥砖块都施完了，再把这几块砖给砌好就休息了，然后把这个窗户的过梁模板安装好。下午呢要把这个混凝土给打了。今天我们也是6个师傅过来做工的，下了雨之后啊，确实不方便了。这些砖块基本上都湿了，前面留了2个师傅专门装这个过梁的模板。今天依然是专门留了一个师傅做帮工，在底下滴这些水泥砂浆还有砖块。房子是越来越高啊，这个脚手架也是搭建的越来越高。砌好了之后是19个砖，3.8米的高度。自建房的好处就是有个院子，独门独院，很安静，然后楼层高度很高。现在还没到3.8米的高度，显得已经很高了。像一般到城里面去买商品房就没有这样的高度了。这个窗户的过桥之上还有3块砖的高度。这边是一个过道，通往旁边的耳室。然后这个房间呢是最大的，4米乘4米。安装模板是比较麻烦的，先把底板安装好，然后还要做支撑点。完全安装好了之后，再搅拌水泥砂浆，打混凝土。其实啊，在农村建一栋房子是挺不容易的，像这样的一栋平房，
从基础开始算，一直到装修完成，买些家具，少说也要20-30万左右。像这样的一个价格，基本上是耗费了很多人家的积蓄吧。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呢，他也说自家还有老宅，这边的房子是建着以后呢，在这边居住，交通呢更为便利一些。以前的老宅在村子里面，交通不太便利，每次出行很不好走，所以现在重新建这么一栋平房，以后年纪大了，来到马路边这边，交通更便利一些，出行呢也更方便。本来想建2层楼的，他说年纪大了，走到2楼去也比较麻烦，就建1层，然后装修适当的做好一点，住起来也是比较舒适的。现在师傅呢开始要绑扎这个钢筋，这是窗户过梁的钢筋，裁的是2.4米的尺寸，16的钢筋。这会儿呢天又不下雨了，等天晴一些，我们就还是要砌砖，要不然几个师傅在这边没什么事做，也会耽误一些工期嘛。其实这边呢到小镇去很近，大概也就不到1.5公里。然后这边交通很便利的，门口呢就是一条乡道，通往贵州。这条乡道从这边走到贵州呢，将近有20公里左右。每天过往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湘西的大山只要一下雨，山里面呢就会起雾。这边的海拔也差不多达到了550多米。到夏天呢也算是比较凉快的，尤其是到夏天的晚上，几乎都要盖着被子睡觉，要不然很容易着凉。其实建一栋房子所需要的材料也是挺多的，但是我觉得建一栋房子整体耗费人工的工资也挺多的，随随便便一栋房子的工资就是6-7万、7-8万左右。其实房子的材料也差不多吧，也就10来万。后期的装修呢，可能也要耗费一点钱。所以像这样的一栋平房建下来20多万，整体的造价比木房子还是要高上许多。这么大的一栋木房子，大概整体的造价也就15-16万左右，但是砖房呢，肯定还是要贵一些的。像这些看不见的材料都是藏在里面。看这些钢筋、混凝土，买过来都是钱，而且价格也比较贵。这天气说下雨就下雨了，做工实在太不方便。这边填了好深的土其实他们家整个院子非常的宽，大概有1亩多地以后这边呢就做菜地了，也打上了围墙，整个院子还是要修出来的话，应该还是挺漂亮的。那今天师傅他们主要要把这个塞壁部分，也就是大门上方的过梁，加上两边窗户的过梁全部打好。我告诉他们下午呢就早点休息，因为下雨呢实在没什么工作。那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